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唐韵。9月的中南海看似风平浪静，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，外界传得火热，习近平可能被软禁，而把刀架到习近平脖子上的，正是握有实权的军中老虎张又侠。这场戏啊，简直是宫廷斗争再加上纸牌屋的中国特供版。到底是传言还是真相？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拆解。时评人、小说家9月17号在自媒体节目当中放出了重磅消息，有爆料说，中共党魁习近平现在已被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临时软禁，目的呢是要逼习交出某些关键东西。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？爆料人没有细说，但态度很肯定。9月双方的决战已经打响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消息。就在10天前，也就是9月7号，小说家就从另外一个渠道听到类似的爆料。当时的消息源有可能来自张又侠身边，可信度自然被放大。9月7号的爆料透露了一个关键细节：张又侠早在几个月前就说过自己在等一样东西。这话像是一个伏笔，直到今天才慢慢对上了号。更惊悚的是，去年习近平曾在公开场合神隐一段时间，当时外界是众说纷纭。现在有说法是，那段时间习与张正在激烈地争夺某样核心物品，甚至进行秘密交换。这一说法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有人就问了，既然张又侠掌握了军权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推翻习呢？为什么还让习主持9·3阅兵，给他个面子呢？有分析认为，原因可能就在于双方手里都有能置对方于死地的黑材料，这些黑料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足以引爆整个政坛的大炸弹。谁先动手，谁就有可能同归于尽。这也是为什么二人一直处于微妙的互相牵制状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习近平和张又侠都不敢轻举妄动？一个最大的可能是与中共20大有关，因为20大本质上就是习近平主导的一场内部政变，过程中肯定留下了大量不能公开的机密档案，这些档案一旦曝光，足以彻底摧毁所有当事人的政治生命。按照党内的潜规则，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前已经和元老们达成共识，习近平打破接班规矩，铁了心要3连任，赖在台上不走。既然大家拦不住，但至少权力中还是要搞个派系均衡吧，习派、团派、江派都得坐上桌，缺谁都说不过去。但是习近平还是暗中动了手脚，在中共20大上将团派彻底团灭，并对昔日的恩人当众下手，让原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全世界面前是颜面尽失。习近平还把当打之年的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、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全部打包扫地出门。他领着清一色的习家军常委站在世界的面前是耀武扬威。而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政变成功，少不了军中老友张又侠的刺刀保卫。张又侠被传承认调动军队，进京维稳。20大前，他甚至在会场外面排兵布阵，时刻准备着刺刀见红，只要会场上有人异动，就会立马被控制住，这样才确保了习近平的3连任和习家军的全面上位。而其他派系的人都只是敢怒不敢言，毕竟谁掌握了军权，谁就是老大。其实习近平如果能够紧握枪杆子，那么他的终身皇帝梦可能也不会那么快就醒了。但是中共20大过后，习近平完成了3连任，就开始嫌弃张又侠功高盖主了。习在军中更依赖的是福建帮的左膀右臂何卫东和苗华，不那么在乎张又侠了，而且开始收拾张又侠身边栽培的亲信，比如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，还有火箭军和装备部门的其他直系小弟张玉林、饶文敏和吕红等人。张又侠眼瞅着自己将要再现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的命运，只能是先下手为强，向胡温倾斜，
划翻了与习近平几十年的友谊的小船。现在种种传言都指向军中一哥非张又侠莫属，张又侠或许已经真正的掌握了军权。习近平在20大后的独裁专行和倒行逆施，想干翻各派人马，也把原本对习有期待的红色家族大多也都推到了对立面。习近平凭借一己之力，直接拉满了各派元老、团派、张又侠、红二代的恐惧与仇恨，也把这些人都推到了一条叫做反习联盟的大船上。习近平身边全都是敌人了，所以他也就很快迎来了《现时报》。这就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幕。20大时期，张又侠还是习近平的头号铁杆，是习在军中最信任的靠山。如今呢，局势逆转，这份昔日的盟友、今日的对手的反差，让故事更添了几分讽刺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当年张又侠真的是习近平政变连任的头号推手，那如今他更不可能承认这段黑历史了。毕竟一旦摊开来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曾经和习同坐一条贼船。要想抽身，就必须要把这段过去彻底掩埋，否则不仅无法脱身，还可能被拖下水。这细节一对上，味道就出来了。张又侠和习近平争夺的恐怕就是20大的黑历史账本，与前面的传言和分析这完全契合。张又侠肯定是不想和习近平同归于尽的。正因为张又侠不想和习近平在20大的黑历史上同归于尽，所以呢，他必须另辟出路。张又侠敢于和习近平叫板的底气在哪里？就在于军队。张的根基深厚，兵马听令，关键时刻说一句话，比习近平的一直讲话更管用。习近平虽然坐在党魁宝座上，但是他在军中始终是脚不沾地，更多是靠人事任命还有宣传口号来撑场面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站在兵营里，一个站在讲台上，等到真刀真枪的时候，谁更有分量，高下立判。我们简单看一下张又侠在军中的根基。张又侠和习近平算是陕西老乡，他们的父辈张宗逊还有习仲勋，在1948年打国共内战的时候，曾在西北第1野战军一起待了1年多。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兼政委，习仲勋是副政委，张宗逊是副司令员。在中共高层起起落落的内斗中，张宗逊从未站错队，始终是站在毛泽东这边。他还曾作为保镖与毛形影不离，所以又被后人称为近卫上将。2011年，胡锦涛在卸任前授予张又侠上将军衔，所以张家2代人又有父子上将的称号。因而张又侠是在军中大院中长大，在军队中摸爬滚打，特别是在中越战争当中扛过枪打过仗。因为张在军中深耕了大辈子，所以是一呼百应。张又侠的大哥主要是在航天和军工行业工作，曾经担任过共军研究会的首届副会长。张又侠的妹妹张小楠嫁给了开国少将严金生之子严小宁上将。比起所谓的根正苗红，张又侠是完胜习近平。父辈张宗逊是毛泽东的核心圈人物，而习仲勋是跟随刘志丹的人。而有影响力的老军头迟浩田、傅全友、于永波、曹刚川，还包括去世的张震，都是张宗逊的旧部。这些都是张又侠后来有底气跟习近平叫板的原因。如果张又侠真要动手，他是可以凭实力动手的，因为兵都在他的手上。而习近平虽然心生忌惮，但他缺乏足够的军事筹码来还手。毕竟习近平在军中无人呐，难道他要靠他那个会唱歌的将军夫人吗？还是刚才那个问题，既然张又侠这么有底气，又掌握了军权，那为什么9月3号还是让习近平在阅兵上风光呢？除了目前讲的黑材料外，时评人墙内普通人近日在自媒体节目当中爆料，当时坚持要让习近平出来检阅部队的是胡锦涛，胡还拉上温家宝、李瑞环一起劝张又侠低头接受，理由很简单，党内要团结，内斗绝不能摊到台面上，否则岂不是在给外界递刀子？在胡的这份团结压力下，
温家宝、李瑞环也只能是陪着唱和。规劝张幼霞，怎么说习近平还是军委主席呀？阅兵这种场合，若不给他露面，这不就坏了党的规矩了吗？张幼霞虽然嘴上答应了，但估计内心并不买账。于是他也放了一招，拎出来了一个准备退休的中将韩盛延，塞去当阅兵总指挥。纯属凑数，这个人呢，估计跟习近平压根儿没啥交情，结果就偏偏拉上这位陌生脸孔，陪着习近平在大阅兵上晃一圈，场面上是给他一点面子，实际上却是暗戳戳的打脸。更狠的是，传说张幼霞还下令，所有中共高级将领一律不许出席9·3阅兵，这等于是公开给习近平上眼药，场面看似风光，实际却冷清的出奇。中南海的9月，恐怕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权力大戏。张幼霞与习近平究竟在争什么？黑材料是真是假？软禁是否属实？我们或许一时无法完全看清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不仅仅是一场个人之争，更可能是决定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。9·3阅兵不过是一场表面的烟火，真正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舞台是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4中全会。这场会议不仅仅是中共内部的一次终极博弈，更是习近平命运的生死大考。现在呼声最高的2个接班人选，一个是胡春华，一个是汪洋。胡锦涛的心中人选肯定是爱徒胡春华，而据传现在掌握实权的温家宝，则是让汪洋接任总书记，才能打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，给垂死的中国经济留一口喘息的空间。有爆料称，在阅兵当天，汪洋登上天安门城楼，现任政治局成员们纷纷热情打招呼，场面颇有新任总书记提前亮相的味道。而温家宝和李瑞环则笑看风云，气氛是耐人寻味。而张幼霞会支持谁，就成为极其关键的一票。但在政权层面，习近平的人马只被清掉了一小撮，李干杰、马兴瑞、刘建超、王丽霞等，但核心班底蔡奇、李强、王沪宁、王毅等还稳着。这些人要不要动，怎么动，都得等4中全会定夺。再看军队，在4中全会之前，军队里的大清洗已经是铺天盖地，早已经让习近平颜面扫地。习的左膀右臂苗华被免职，何卫东、沈隐；习的军中大内总管钟绍军也是一免到底。前不久，人大第17次会议公告，一次性罢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上将、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中将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、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中将，军中高层是一片震荡。习近平虽然是军委主席，但现在恐怕连一个将领都指挥不动。张幼霞、刘源联手，不仅彻底的架空了习，还反手把习近平的心腹一个个的拔掉了。习近平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尴尬到了极点，所以有分析认为，张幼霞为什么要软禁习近平，背后为的是人事大权。习家军都被拿下了，张幼霞军中的补位名单要走军委主席签字程序，习若不肯签，清洗就卡住了。于是先把人请起来，签字画押自然就不成问题了。那最后，中共4中全会又将如何安置习近平呢？是让他继续当傀儡，还是赶下台？这里的分歧估计最大。如果不必撕破脸，把习当傀儡拖到21大再换届，那么必然存在着安全隐患。习近平会不会死心？说不定随时可能翻盘，来场夺门之变。而且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21大，让习近平瞎折腾。一句话，只要习还在台上，所有人都还得提心吊胆。所以4中全会是一场生死抉择，中南海的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，9月的大决战只是序曲，真正的大戏是4中全会。习近平会不会彻底下台？汪洋和胡春华谁将笑到最后？答案即将揭晓，而这场戏将不只是中共的权力内斗，更会深刻地改变中国的未来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。
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